今天軍事上面的消息，趕快帶觀眾朋友來看到是俄羅斯的末日魚雷即將戰鬥值班了。它這一款魚雷叫做波塞冬，它可以潛入到1000米的深海，核動力航程是幾乎是無限的。在此刻，為什麼普丁打造的海底戰略王牌突然間出現了呢？它可以從海底突破防線，對美國的沿海城市發動報復，這個是來自於俄羅斯的最新消息。等一下來做一個深度的剖析。好，這一次呢，在俄羅斯的部分有一個比較不尋常的事情，就是聖彼得堡沒有出現萬艦出海，也沒有大批的軍艦接受普丁的檢閱。俄羅斯已經連續第2年，它取消了這種在海面上的大型的閱兵的活動。外界解讀原因是不是呢？他們擔心，因為呢，如果舉行了這樣子的活動，會不會烏克蘭趁機在這個時候用無人機來做這個針對於俄羅斯的突襲呢？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普丁他也視訊公開了，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一款藏在1000米深海的核武器之一。波塞冬，好，這一款是核動力無人潛航器，進入收尾階段。根據了解，現在即將要投入戰鬥的方向來做邁進了。好，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波塞冬，它是以希臘神話的海神命名，結合了包括核動力、人工智慧、自主航行跟核打擊的能力的潛航器。最大的不同，我們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傳統的核武主要依靠洲際彈道飛彈、戰略轟炸機，甚至是這些核潛艦來發射飛彈。但是我們今天要來關心到的波塞冬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一條路。來看到它的一些小檔案哦，它結合了魚雷跟無人載具，可以搭載核彈頭。那麼再來長度的部分是20公尺，重量可以達到100噸，它可以搭載這種小型的核反應爐哦。而且呢，船呢洲際的一個航程達到了1萬公里以上。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可以潛入到比一般的魚雷還要更深的海底，超過1公里深的海域來做活動。那麼外界估計它可以搭載大約是200萬噸的這一種等級的核彈頭。最可怕的事情，也就是今天我們要帶觀眾朋友來特別看到的是，它可以從深海繞過，不管是來自於美國的雷達偵測，或者是衛星反彈道飛彈系統，並且在攻擊敵方的沿海城市、海軍基地，還有核潛艦的港口，甚至是航母的集結區，它都可以直接來做攻擊。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幹哥了，這個又叫做放射性海嘯，對於這個美國來說，它的軍事威脅有多大？還是這比較是一個戰略性的心理戰？普丁他的策略現在到底是什麼？好，這個戰略威懾心理方面大於實質意義哈。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波塞冬。它其實就是 Poseidon 海神的意思，希臘神話海神。那這個海神這2個字呢，又很耳熟能詳。為什麼呢？海神就是現在美國水下核子反擊的前一代，現在這一代叫做3叉戟飛彈，3叉戟的前身叫做海神飛彈，海神飛彈的前身叫做北極星飛彈，所以大家就可以有一個概念。那現在俄羅斯它使用了這個，就是說無人潛航深海載具啊 ，Poseidon， 它的意思是什麼？它的意思就是末日戰爭要用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打到了末日了。莫斯科可能都被毀了。海神就出動了。你知道為什麼嗎？它可以航行1萬公里，而且它在水下1000公尺深，你根本找不到它，你也打不到它。其實說句實在話。像這樣子的深海潛航載具哈，說句實在話，美國在50年前就做出來了，可是美國沒有用。你知道為什麼沒有用嗎？因為它的核子攻擊潛艇跟核子彈道飛彈潛艇已經非常多了，不需要用這樣的東西。像這樣的東西，就是等到大家都打光了，然後我就派出 Poseidon 到紐約的這個沿海。然後我就打中了紐約之後，就會引發巨大的海嘯。為什麼？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它打過來了，因為它很難探測，引發海嘯，然後足以可以造成紐約沉沒。為什麼？因為它的爆炸威力相當於200萬噸黃色炸藥。給大家一個概念，廣島接受了幾萬噸的黃色炸藥衝擊，廣島大家都知道是唯一被原子彈炸過。廣島只受了2萬噸黃色炸藥衝擊。那如果 Poseidon 帶了200萬噸的炸藥的話，
去攻擊紐約，紐約不就沉了嗎？所以這叫做末日武器，也叫做絕望武器，就是已經沒救了。我只能夠派出 Poseidon。所以他說現在 Poseidon 開始戰鬥值班。我們聽了只覺得說那叫做武力威嚇，就告訴大家說我有這個東西。因為普丁在海軍節特別講了一句話，他說不要以為你們可以逼我向你們的條件投降，跟烏克蘭去媾和啊。他的意思就是我拿出我的末日武器來告訴西方世界說我有這個，我有這個，代表說我還有籌碼可以用。所以其實他這個是在外交辭令上面的一種運用，而不是真的我要用像這樣子的末日武器來對付西方世界，不是這個意思。那特別講到說他在26號的海軍節的時候，你知道海軍節照理來講的話，在波羅的海啊，在傳統的蘇聯的海軍那都是一個張燈結彩的，就是很多船都會來啊，對不對？結果你知道當天是什麼樣的情況？當天是用了一塊跟真實潛艇大小一塊的畫板拉開來，放在海軍官兵的後面。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們用畫板代替好了，不用派真的潛艇出來，因為真的潛艇出来，等一下被烏克蘭的這個北極星或者是無人機打到怎麼辦？我今天要講啊，就是說，俄羅斯海軍通常都有光榮的傳統，但是也不至於用到畫板代替潛水艇吧，對不對？因為他們害怕又被擊中，那很沒面子。好，不管怎麼樣，其實俄羅斯海軍已經沒有經費可以支應了。所以說他用這種方式來替代海軍節，然後呢，也是一種方法啦。不過在這個戰爭的面向之後，讓我們就看到說，其實說一句實在話，這個戰爭還是要趕快尋求一天結束，可以讓 Poseidon 永遠都不需要有出海的一天。好，那它的威力的部分，剛剛也特別提到了嘛，這個美軍現有的聲納網 P8A 反潛機甚至是攻擊核潛艦，也沒辦法去攔截它嗎？苑老師又怎麼看？我讓大家了解一下哈，剛剛干哥講得很清楚，它主要是威懾性質的，它並不是真的拿來用的。但是目前為止有3個情勢讓普丁非要做出這個宣示不可。首先，第一個，俄烏之間的衝突打到現在4年5個多月以後，大家非常意外的發覺俄羅斯快敗了。啊，你剛剛講到那個什麼搞一塊什麼潛水出來，我以為是在講印度的海軍，後來搞了個半天是俄羅斯的海軍啊，這個的確是非常嚴重的。這個因為然後第二點的話呢，這個普丁他沒辦法輸啊，因為這整個頓巴斯地區，對不對？這個盧甘斯克、格涅斯克還有這個赫爾松。啊，然後扎波羅熱他們都已經變成俄羅斯的領土了，又沒辦法吐回来，然後現在就卡在這邊。然後歐盟那邊的話呢，又不斷，為什麼現在這個俄羅斯拿這個烏克蘭的無人機沒有辦法？烏克蘭就是赤腳都不怕穿鞋的，好像一個人掉到糞坑，那就掉從糞坑裡爬出來跟你抱在一起。那俄羅斯現在也不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而且他自己的無人機的工廠都是在歐盟境內啊，對不對？在歐盟境內連着土地的話，他可以用這個核武器啊。那這個美國在背後的支持啊，所以現在波塞頓的出來，這是第3點了，這就是針對於美國來威脅的這個東西的話呢，它本身就是一個可以自己航行，它的速度可以到100節，100節是185公里啊，對不對？速度非常快，而且還可以在那個就是這個別爾格羅德跟這個哈巴羅夫斯克的2種核能潛艇裡面的裝載，這個裝載潛艇裡面可以一次的話呢裝6個的話，每次是自己可以發200萬噸級的核武器，你美國人一聽你不害怕嗎？對不对？這底下又抓也抓不到。那俄羅斯現在的話呢就沒有辦法，就好像一個賭桌一樣，然後看樣子快輸了，啪一下準備掀桌子了啊！就是基本上俄羅斯展現這個就是老毛子精神，是耍流氓了啊！那你也沒別的辦法。那你现在的話，前面烏克蘭呢一生死，你也不曉得該怎麼辦好。那另外歐盟那邊的話，就偷偷在那邊拿錢在搞。然後美國這邊會講說，哎，我看到誰厲害了就支持誰。所以現在普丁的話呢受不了了，他就講說，你再動，你們3個我都跟你們一起完蛋。啊，就這個東西就是這個用處啊。說句良心話了，我們回來講點大陸看了都非常高興啊。你們盡量去打吧，你管你有沒有就從坑裡爬出來，隨便吧。好，所以是就這個情況。是這款武器的出現，除了展現普丁的政治上面的一個態度，還有戰略的威慑。那老師又怎麼看？對，其實坦白講哦，就是說我們過去在講這個3位一體的核打擊嘛，我們講的就是用陸基發射飛彈，這個彈道飛彈，或者是你用這個
轟炸機來發射核彈頭的這個彈道飛彈，或者是你用潛艦發射，這是我們過去傳統講的啦哦，潛艦或這個海面上的這個艦艇發射，叫做三位一體。那麼，所以呢，過去像美國在防範這個核打擊的時候，它就是根據這三位一體的方式，它有各式各樣的工具哦。比如說在太平洋这個大西洋底下，它有海底聲納監聽網，為了獵殺所有的這個核子動力潛艦哦。那水面上不用講了，光靠衛星就可以看得到了。那麼，包含它還建立了這個反彈道飛彈的系統，就為了防止來自於空中的攻擊。可是這一次的這個波塞冬，它就突破了美軍過去傳統對於三位一體的這個核打擊所做的防線了哦。因為剛才大家都已經講過了嘛，它是屬於聽不到、看不到、抓不到、打不到，就因為它的這個在海面下1000公尺，就1公里哎。現在所有的重型魚雷大概最多打到600到800，就算它全速前進哦，被這個聲納監聽網聽到了，都沒有魚雷可以打得到它，因為它太深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當然，我覺得這個普丁所要展示的就是告訴全世界，我絕對有相互這個毀滅的能力哦，我絕對有這個能力。你不要以為說我現在工具槍頭已經沒有工具了，我光是這個波塞冬拿出來哦，你全世界所有只要臨海的國家，你都要心驚膽戰，因為哪天我不高興。